烈女怕缠郎。他如此的死缠烂打，我也只能嫁给他了呗。哎，听说诸位贵女乔夫人特意在此等我。也不是，就是几个姐妹闲来无事，坐下来闲谈。乔夫人不会嫌我们叨扰吧？今日天气好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结识会友如何？一来是有趣，二来也想瞧瞧夫人的才情。这严敏儿不会还在因为那件衣服记恨我吧？我不想作诗，也不想下棋，更不想写字，当然也不想弹琴。夫人可是瞧不上我们。此言差矣，我有更有趣的事，不知诸位想不想听？听说何妹妹又被那几个贵女给缠住了，哎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儿？你就不怕何妹妹被那几个女人给生吞活剥了？别说是女人了，就算是10个男人，也不是她的对手。你懂什么？有时候鳄鱼比刀剑还伤人呢。哎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啊？走快一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知道各位都很关心我和我夫君之间的感情，没错，我们2人感情啊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，动辄生气不理人。我夫君呢，只能耐着性子哄我，比如给我煮面，带我去买首饰、衣裳之类的。那日我夫君替我挑选衣物时，野妹妹不也在吗？所以啊，学习琴棋书画有什么难的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夫君便会将他所学的琴艺用来哄我开心。哎呀，你们窥见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，没瞧见的多得去了。这样出类拔萃、佼佼不群的男子，却偏偏只独宠我一个人，眼里都容不下别人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大意了，不该带你来的，走吧。来都来了，我倒要听听，他还能说什么离谱的疯话。所以说啊，这琴棋书画自然是可以学的，不过学了呢，那也是为了让自己高兴。若是讨男子欢心的话，不如学一些御夫之术。御夫之术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御夫之术？对呀，我与夫君当年是在花灯节见过一面，我并不认识他，可谁知他第2天便来提亲，非我不娶。我若是不嫁的话，他便要找棵树上吊自尽。哎呀，我想着那好歹也是一条人命，全当是做好事了吧。况且你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吧，烈女怕缠郎。他如此的死缠烂打，我也只能嫁给他了呗。哎呀，哎，我想了想啊，这御夫的诀窍，不过就是一件事。一件什么事啊？你喜欢他，但也绝不能失去自我。这男女之间啊，大体得势均力敌。有些小事呢，自然有人占上风，那也得有人占下风。这其实就跟打仗一样，你若是时时刻刻都把对方看得太重，这并非是一件好事啊。对自己好一点，那自然就会有人来爱你。比如说我就是啊，我从来不会讨好挽媚我的夫君，他却视我如珠如宝，这便是结果。虽然他说的话我不太明白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那你可得好好记住了，一个字都别漏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身为女子，最重要的就是遵循3从4德。所谓出嫁从夫，你却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平等相处，相互尊重，有什么可羞愧的？还是说，你们觉得自己天生就比男子低一等？女子本来就不该被束缚在闺阁之中，局限于宅院之内。天尽星辰大，我们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可
可我们不知该从何做起啊。行万里路，破万卷书。行万里路有些难的话，不如就从破万卷书开始。我们平时也读书的。哎呀，除了这些教你们当淑女、为人妇的书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书，比如说男子读的那些书，我们也可以读啊。就比如说我就兼容并蓄，不拘一格。我还和我夫君一起看过图呢。什么图？什么图？壁虎。夫人，夫人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同诸位喝茶聊天。诸位姐妹们，我先告辞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粗鄙之人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正襟危坐了一整日，扮女子也太不容易了吧？比在演武场日训一天都要累得多。扮女子，看来你真不把自己当女人啊！你是不把自己的清誉当回事，还是不把我的清誉当回事？对不起啊，都督。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晋阳城分明是由王女执掌，可为何此地的女子却还是拘泥于德颜容宫那一套？但转念一想，千百年来，女子都被桎梏在后宅之中，一朝一夕，怎能改变行为观念呢？又怎能苛责她们呢？都督是美行凶，倒霉的却是我。唉，都督，你刚刚在宴会上是没有吃饱吗？也不知是谁，在宴会上因为灵秀而坐立难安，饭都没吃几口。所以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。谢谢都督，你心肠真好，你是这全天底下最好的人。走走走，一起吃。快吃吧，听着恶心。哎呀，你的生辰当真是立春后？我分明记得征兵册上写的是夏日。我呢就是随口一说，万一崔大人真要送我生辰礼物，那我不是可以趁此好好赚一笔啊？骗子！何事？都督，陈安喜有下落了。你现下是女子装扮，带上你，容易令人生疑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快去啊！等我反悔了，你们可甩不掉我。有没有见过一个40多岁、瘸了左腿的男人来咱店里拿药？没见过。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他当过兵，打过仗。如果你看见了，或者下次发现，通知我们，必有重谢。
都督，这翠微阁是间珠宝铺子，1个时辰前突然起了场大火，掌柜的连同伙计都逃出升天，只有新来的账房先生因腿脚不好，不幸遇难。尸骨呢？在里面，要去看看吗？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尸骨应该面目全非了吧？确实如此。那尸骨断然不是陈安喜。都督，您的意思是，这火8成是他自己放的，尸体也是假的？也是。如果我是陈安喜，外面有追兵四处搜寻，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装死，没准能获得一线生机。大火过后，季阳的坚守也更加严密，进出不易。陈安喜的身上有伤，他应该躲在城中某处。那我即刻安排人手，尽快找到他。是要抓紧。楚昭对陈安喜也是虎视眈眈，我们要先发制人。有人先我们一步，那我们还进去吗？不必了。你方才不是已经探听的差不多了吗？那个街坊只告诉我，有个人被烧死了。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柴安喜谨慎狡猾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。走吧，要是被萧绝看见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公子小心！墨水了，公子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厮古怪的很，先是暗中跟踪，又突然发难，又匆忙跑了。他究竟为何而来？用骨骼磨制武器，乃是乌托人的习惯。此人是乌托人，可乌托人为什么会对柴安喜动手？又为什么会对我手下留情？不管怎么样，继续盯紧萧绝的人，等时机到了，先下手为强。